是香港帮要谈谈，我们都讲到这个香港符号，在这个不光在上海了，我觉得在内地，所以我要跟你这个香港人表忠情。我觉得香港曾经在我们的这几十年代、80年代、90年代，它扮演一个符号，现代化。你比如说从我的角度上讲，对吧？我的那个高中啊，有一个女同桌，说实在的，那也有点朦朦胧胧的那么个小恋情似的哈，就是。这个女同桌呢，她用的本子都是她有一个舅舅啊什么的，这个香港给她的书包。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女同桌啊，我为什么要跟她模模糊糊的暧昧呢？我就觉得她穿的衣服跟我们总是不一样的，就是她舅舅啊什么的带给她的，用的铅笔盒。所以香港从小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印象。当然有个电影叫《巴士奇遇结良缘》，喇叭裤、T 恤衫。哎呦，香港代表着就是这种时髦的一切。最后有一天，我这个女同桌说我要走了，我舅舅说干脆让我去香港读书了，我就告别了我的中学懵懵懂懂的初恋，我就记得他去了香港。所以我就说这个命运呢，真的是，我当时觉得冥冥之中，我会去香港。果然去了香港。果然，你说什么？我生平第一张彩色照片。是到黄山爬山，有一个美女，我们2个男的去的，都很喜欢那个美女，但问题是美女旁边有个男朋友是香港来的，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他有一部我忘了尼康还是 Canon 的照相机，他看到我们可怜，我们没有，我们用的是135、120的那个东西，笨一点的。到石猴观海这个地方，他说我帮你们拍一张。哎呀，我们也很感谢，拍了第一张的彩色照片，很稀奇的当时。然后这个女的就给我们留了个地址，就在香港的地址。我到了香港，一到就去找那个地址，原来是一个很破的地方。那2个城市嘛，不同的城市哈互看，尤其是香港跟上海嘛。那像曾经很长的时间在香港看上海哈，都有一些符号作用嘛哈，符号意义。而且很多都偏向不好的，一定是小气，广东话叫孤寒啊，孤寒啊，小气啊，或是说计算精明。对，我们从小长大，还有，假如对于上海，一说到上海女人呢，在许多香港人心中是只有2类，一类就是很妖的，好像我心中最爱的Lily一样。烟视不是香港人，眉形，不是上海人。他可是在片里面，我们就把他看作上海人了。然后另外一类就是大胖，大妈，胖大妈，收租婆啊，收租婆嘛，上海嘛，大概就是那种形态。其实还有一种上海形象在香港，就2个字：故事。好像上海人啊，在我成长年代，60年代、70年代，说是上海人，尤其是男人来，好像隐隐约约都有些故事。比方说，可能你是杜月笙的徒弟，可能你是在那边做生意的，现在因为各种理由要把钱搬来香港，或是说根本没有钱了，可能你在上海是住豪宅，然后来到香港住小房间，好像每个人都曾经上海。我在金老师身上看到这么一个感觉，他就有点像这个他刚才说的人生的复杂性。我对他的印象，我这次来对你的认知又有改变。我最初对他的感觉是一个困守在上海亭子间，对吧？也不怎么招人待见，然后呢，笔耕不辍几十年的。这么一个落魄文人作家，他上海文学的办公室就是非常漂亮一个别墅，对差一点要拆掉，给台湾人盖大楼，全靠巴金力主说不行。到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人深不可测，不是那么一个形象。然后你知道，这次我对他又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感觉是个作家嘛，这次你想他这个繁华书房来。他请来的这个朋友，哎呦，金老，我发现你这个交友之广大，之跨界别。你说好多那个白头发的老朋友啊，我昨天还跟他们描述，我说借着这个机会我都见到了，我说好多老朋友简直是从乾隆年间向我走来，他都能请到一起
他可能就是电视剧里描写的那种爷叔，爷叔把家里的这么一个老宅弄成这么当地的这么一个项目，连我们来了。还说，我以为说，哎，金老说你们照几张相，原来是他都能联系什么《时尚芭莎》杂志，给我们照相，然后《时尚芭莎》杂志要发布会。哎呦，我说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上海爷叔的这种策划能力啊，他能把一个活动安排的妥妥帖帖，而且他知道咱们也不喜欢那种仪式啊，或者这个干嘛的。你看，真正开幕式，也就是你们睡觉，你们不用去。有很多领导学者要发言。对对对，就说他这个脑门后头这个人情世故啊，他不光是在小说里。在这个人身上，我跟你讲，许继林的那个评论，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我知道。对，说的蛮有意思的。他说那个深圳不是跟上海竞争嘛？他说深圳怎么竞争得过上海呢？他说深圳这个上海有野说啊，这个有这个野说在这里啊。他说这个野说不仅是有解放前的旧文化，他还有50年代的历练，对不对？但他还坏，再加了一句。其实深圳旁边就有野说，他自己不认识，那个野说就是香港。哎呀，所以啊，咱们这得感谢咱们上海野叔和深圳也不是香港野叔，哎，就感谢咱们这个上海野叔。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呢，我的英语大概就10句话而已，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而且很穷啊，特别穷。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真的？那当然。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啊？但是你要穷着站着睡了，没得躺着睡，房间太窄，天哪，他用站着睡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你腿太长，房间太窄。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15平米的房子住2个。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1.8米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房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用掉我工资1/2以上，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你要知道有这种感觉吗？有这么厉害吗？96年的时候你要去问路啊，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是直接弹开来，他害怕。为什么？我不晓得。你要抢他钱呢？不是，非法移民呢？怕他割他的肾。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栋大楼里面，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臣氏，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问题，我就跟他对不起，我可不可以？我话都还没说完，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弹到最里面去。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在当年呢，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就是香港人啊，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我还曾经记得，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港台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啊。跟我一起录，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就是到了我的台词儿，哎，我上去录，到他的，就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嘛。你知道，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他拿这个纸巾，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啊，他这样，你知道吗？我很敏感的，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你知道吗？非典不是，他就是臭不臭呢？那时候不是臭啊，就是那也不注意个人卫生，好几天不洗头，对吧？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哇，我说你至于吗？在这儿录完了什么，啪马上弹开我，就像你说的，这让我想起来，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就是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英文跟广东话，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而且有距离的。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我跟你不同，我刚到香港来之前，因为我在广州7年。所以呢，你也会说白话的呀。识聽唔識講，就是，但是你會聽啊，你就認為你會講。
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所以呢，我就到了香港。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撰稿啊，我哗给他砍了半个小时，最后这教你说，哇，窦先生，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移居也好，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脱离自己的舒适带。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个尊严吧，要去学当地的语言。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啊，连女孩都欺负我。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他们就你点吧，我想吃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他说点，跟他讲说我要除心。哦，除衫，菜心叫除衫，除衫，我要脱衣。但是除衫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就太高兴了，太高兴。我很好奇那个家辉学这个话，就成性骚扰了。不是那个，我很好奇，那服务员怎么反应啊？假如是男服务员，一听马上把电话号码。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她们就这么整我。那时候很受伤害啊！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你不可能学语言。他说这个是，我问你们两位啊，在美国这个生活，你觉得最初的时候啊，这个最受伤的事儿，你记得吗？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讲几句，讲几个创伤，因为我创伤太多了。讲一个还是讲两个还是讲三个？定春秋，要不就是春秋吗？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就在匹兹堡大学上课，上那个基础课，就是我们读博士学位的基础课。我们班上大概有30来个学生，外国学生嘛，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我大概是在班上是3个亚洲人之一，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但是我拿的是匹兹堡大学校长的奖学金，是全大学最高的奖学金。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一个问题不敢提，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2个星期下来，班上2个白人同学，男的，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他们自己在付学费的。那个眼神呢，虽然我不懂英文，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2个的眼神。那意思就是说，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他直接讲 ，no， 我就要读懂他的眼神。你觉得他是丁老师翻译出来的？你想多了吧？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眼神是有语言的。你没办法证明啊？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症。这是第一个受迫害，我告诉你，要问我多得很呢。家辉来一个。但是丁老师，你应该回他，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这绝是啊，我拿的是人家的钱呐。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包嘛，蛮有趣的。我那个脸皮比较厚，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我的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我不会这样想嘛。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哈，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然后呢，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呀？那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一起读博士班的啊，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小冲突，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你看李家辉整天对于我们香港自己中国来的学生臭着脸。黑格上你说我黑口黑脸，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我说有吗？他说是啊，你看到洋人就笑口眯眯啊，就是我崇洋媚外，对，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很受伤害了。为什么呢？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为什么？广东话说以笑遮丑啊，以笑遮丑。英语不好嘛，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我就只好笑了，特别的友善，特别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根本不懂他讲话。那别人看起来呢，就是说，你对洋人崇洋媚外，对于我们自己人呢，黑口黑脸。我觉得我蛮伤害的。这个你知道，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我不去？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呢。你到了那儿，就是你看我在香港，对吧？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还能通行江湖，能应付一下。我有过一个体验，就是说啊，你真到了美国，就是英语不行啊，什么叫寸步难行？我约略能够想象，因为我经历过一次，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啊，我们一起出公差。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我当时就发现，如果我要去了，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一直到即便到你回房间里，就是到最后到最后是半夜，鲁豫在我面前说：“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狂气就怪。”在挪威奥斯勒，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仅次于你的智慧，还没你们好。他带着老婆带2个孩子，他要喝牛奶，他英文也不行，那根本讲是挪威语，挪威语很难讲的，我都听不懂。他后来这个讲了好半天，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不带脂肪的，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全脂、脱脂，就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搞了半天。他对方那个服务员听不懂，结果他想了个绝招，孩子要喝什么？就喝妈妈的那一种。哎，然后呢，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喝，这是什么呀？非常生动。这是脱脂的吗？脱脂的。哎，他认为这是脱脂的。哦，这是牛的，这是牛的啊，这是人的，这人的，哎，完了，服务员一看就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光梅，你讲，真的不一样。没有，我只是想要讲，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呢，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就好多年前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的案例，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去检控你啊，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就我们看电影离开你的车子，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对，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我是有执照的，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你一伸手完蛋，噼里啪啦，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把你痛打一顿，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是。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我不用试一下。我跟你说啊，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就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哎，我就跟家辉说对老外对笑脸相迎啊，我们派我去公司，派我去美国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你知道吗？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早上6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嘛。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就是像你说的，人家说啊，这个外国人呢，你见到他要笑，对吧？叫笑。然后呢，黑口黑脸，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长得还挺漂亮，我怀孕的啊。那个女的见到我，她一点也不笑啊，瞪着个大眼珠子这么看着我。然后她就问我一些我也听得半懂不懂，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我说是 salary， 我说收入是我的 company 给我的呀。他说这个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呀，还是在美国给你的呀？什么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呢，最后就会说急了，就是说那这个什么你就挣钱还是不挣钱，跟我说半天这个事儿，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什么的，我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我最后急了，我就跟你说，嗨，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他爱给多少给多少，不能的，违法。走了。就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怎么回事？我都给你弄好了，你出公差给拒签了。后来他就说
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香港美国领事，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说这个女的啊。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然后呢，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没有理由的冲他呲咪笑，因为谄媚，就是觉得心里有鬼。那我跟你讲，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这种误会啊，可大可小嘛。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夏威夷，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表情的误会，还有行为的误会。干嘛呢？我下飞机，你要检查行李，入境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哈，那个海关看我那个行李，然后瞄我几眼，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哈，哎，那这样扎个挤眉弄眼的这样笑哈。然后呢，他突然本来对我笑，突然不笑，凶起来，脸臭起来。干嘛呢？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把我抓进房间，搜身，全身搜，身体所有的部分你能想象的他都搜了。那我无所谓嘛，我清白嘛，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大家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没关系，因为我心里想，好啊 ，you ask for that， 你要求的，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你要看就看嘛，这样。然后呢，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清白，那出去，那老外也很好。那给我道歉说啊，抱歉哈，给你带来麻烦。我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啊？原来他指一下，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发现有避孕套。他说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吧？没用过，没用过的 never use。但是你带的可能你带的是用过的。里面原来过程里面啊，我记得他检查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不是，第一个我很年轻，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他收行李的时候问我，你有女朋友吗？在美国有 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这样。然后呢，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藏在身体什么地方？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要带着100多个？那他不了解家辉的过往，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啊。所以你看，听移民呢，你看我看这个字，这个侨外移民，其实中国人这个侨字啊是很有意思的。最早的是一个人，这个地方是那个侨，那个乔装打扮的乔，晓得吧？对。所以你要移民的话，恐怕就是跑人家国家去乔装打扮，有伪装出来，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你知道吗？谁给你的这个植入广告？我想起来，丁老师今天能发财，我帮你要，我帮你要。但是你讲，对不起，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当地除了语言之外，法律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你的随从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随从我听起来像个贵族是吧？他出门是10几个。我就是鲁豫的随从啊。不是，你如果真的有随从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你最好问清楚，因为你可能需要付他额外的工资，按照美国本地那个州那一个州，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是不一样的，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按周薪付给他，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或者是有人检举你，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是大官司啊，不是小官司，大官司，虐待劳工。所以有一年我因为。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那个时候好像是1个小时是8点多美金，我就按周薪给他。他一直跟我说不用，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照付他之外，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他一直说不用，我说。用，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坐牢了。他发了一笔小财，可开心了。你们说今天中国这经济啊也好起来，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儿？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在纽约，那不是我们后了，比我们后。那个作者姓曹的，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年过70了，回来了，回来在北京。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纽约人在北京。你看，他就说，照他的观点，他就说啊，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
叫做儿童的天堂，是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牧场，就坟场，老年人的坟场。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这好。他说你，但是他提到一件事儿，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都是负债的。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还是个人。你要一没这个工作，你立马成孙子，就是因为你房贷、车贷、学贷，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你就。丁老师，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当然，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老华侨们，我看完老华侨们就看出来，当然这个老华侨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劳工阶级，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的是老华侨。你就发现很多的老华侨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都想回到故土。他说回到故土，我这点钱也能够使我每天喝点小酒，遛遛狗，走走路，是吧？在美国就很惨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今天中国富起来了，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通讯啊都很发达了，很简单了，是吧？还应该不应该移民？需要不需要移民？移民对不对？好不好？我一直坚持这一点。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试一试，试成功了，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际。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嘛。侨外移民给的钱不少啊。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嘛，交学费嘛。我觉得先移居吧，先移居，再考虑移民。因为我觉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世界那么大，你哪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我强烈建议，现在有本事的人不要听他们讲，哎呀，我明年移民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算什么玩意？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本事现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到那地方当酋长，那才是大牛。是吗？那现在我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直接非洲人民欢迎你。那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嘛？我们那个年代讲的真的是一去壮士一去不复回那种感觉。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我就不回家，衣锦还乡这样。现在不是嘛？我可能去为了某些原因安顿了小孩，或者说拿了护照飞来飞去。现在都是在城市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所以刚说，其实移民，假如不管叫移民还是移居，有一段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非常美好。所以其实呢，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哈，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这个中国人呢，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必然是这样。就是说啊，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都会有华人。这其实从历史上看，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没有关系。最近你看，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就说中国好像什么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是一个误读。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你比如说丝绸之路，或者说是这个海外，比如说宋朝、南宋，这个中国包括这个郑和下西洋，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跟他吃顿饭，你会选谁？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您自己说。我好像记得说我要跟我爸爸在苏州一个名店里吃一顿饭，德月楼。对，这个你都看到了。为什么呢？实际是带有一种遗憾的弥补吧。什么遗憾呢？遗憾就是我没跟我爸爸在一个苏州的德月楼吃饭嘛，没有吃过饭，因为他喜欢苏州菜嘛。因为他在苏州也上过中学啊，但是我之后我也没有说跟他父子两个人到一个什么地方，或者到家乡哪个地方去吃个饭。你看，他多次提到这个父亲，而且那前2年他送我一本书，是吧？叫《回望》。我一看，我发现他真是个这个一肚子故事，而且他本身呢，就是这么一个有故事的人。就他的父亲呢，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在上海，而且是潘汉年那条线上的，还
突然一下子就被日本人逮捕了。逮捕了之后受到严刑逼供，还有口供记录留下来，然后还判了7年。7年，最后什么被组织营救啊？还是对？你说他是被谁判了7年？被日本人判了7年。被那个东京，他是当时苏联的一个国际上最有名的一个叫佐尔格。对，佐尔格的案件在东京警视厅被破获，它的脉络已经延伸到那个日本的这个内阁政府的这一条。简单的说，就佐尔格他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女佣，他有几件东西经过怎么突然被警视厅发现说佐尔格是个间谍，他是德国人，但是他是苏联共产党员。西方间谍他都是像一个生死状一样，就出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所以佐尔格后来出了事，苏联政府也就是斯大林得到的这个情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的情报是佐尔格这条线对传递过去的。对，也有说是从我们上海方面通过他传，从你爸那儿传过去的。不是我爸，就是说从他的系统，实际我爸和佐尔格是没关系的。就是他们分的都很清楚的，但是他枝蔓牵连到他佐尔格进去之后，就等于说把整个最后都供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佐尔格的案子啊，是因为什么呢？是日本共产党的规矩，就是说你只要被捕之后24小时，你就可以招供。因为他说呢，他是比较人性化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日本的刑法都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些日文名字，就是说你肯定受不了的。但是日本人又是很精细的管理，所以他在你咬紧牙关24小时，这批人全部撤掉了，你再招供他们也抓不住，就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这套规定拿到上海来的话，日本人以为你们上海人，我24小时我招供了，你们肯定都撤了。没想到上海这帮人根本就还没像日本这种方式及时通知你，那么中间就出差错了。像佐尔格，像什么这几个人，他里面提到这几个人最后全部招供的，就是整个破获就是从东京警视厅到上海。我爸是因为什么呢？按理说过去都单线联系嘛。单线联系的组织上就，比如说，把我和徐老师2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我呢，我和他都知道我们都是地下身份，但是我们是单线联系。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他实际他是满铁株式会社，因为当时佐尔格事情没出现的时候，很多日本共产党都进入了日军驻华的作为情报人员，结果佐尔格事情一出，大批日本共产党全抓起来，就引起他们重视。那么这个陈和生这个人呢，按理来说不应该把把这两个人住在一个地方，完全可以住2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住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那么佐尔格这条线是通过他破获之后，发现里面2个人一起抓进去。2个人分头抓的嘛，那么这个陈和生当时就是不像我爸爸进了这个警车就把他压在这个车下面，他是一个敞篷车，然后车到四川路桥那个地方呢，这个人就跳桥就摔成重伤以后，关到里边，日本人把这2个人让他来对口供，就对不上了，就这个对我爸爸是有好处。我爸爸就说我是他表弟啊，我从金华过来，就咬准自己就是金华过来。他已经不会说话了，过了几天摔成重伤了吗？摔成重伤，据说最后又在病房里面又跳楼死掉了。这个人跳了2次，跳2次，所以说这个人一直到80年代才追认他为烈士啊，所以我写这本书呢，就是倒不是说我要为什么写，我也是一个职业敏感，是我爸爸过世以后呢，就是这个遗物里面有一大堆这个明信片，是他和80年代和一个30年代这个行里面的一个老朋友
两个人通信都7老80岁了，没事做，而且都放开了，不像过去双方都不能有联系的。那么我就看了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当天晚上日本宪兵抓他的这一段，就像电影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写成。他自己记下来了。他写就是告诉这个老朋友，就彻底的回忆了那天晚上的情况。他没有跟你讲过吗？你小时候没有讲。他干这个职业，自己也挺那个，因为后头就有各种调查，各种那个灾难嘛。反正他们的规矩也就是自己的事情是不能说的，所以说他从来不说。后来这个信件是为什么呢？因为对面那个马先生呢，对面马先生啊，真的他叫马西仁，是那个南京的一个老先生，比我爸爸还岁数大。他们通了几年信以后，马先生就过世了。马先生过世了呢，他们家属就把一大堆信寄回给我爸爸，意思说马先生过世，这就还给你。那我爸爸呢也不愿意看了，就锁在柜子里面。然后我爸爸也过世了。过世以后，我有一天等我爸爸过世以后，我在整理他东西，一看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那种现场感。他就说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很不好。我就看着静安公园，现在叫静安公园，他在静安公园的那个北面那个小区里面，到他朋友家里，在阳台上看静安公园，就是外国坟山，里面都是白生生的墓碑。他说这天晚上我不知怎么就是觉得不开心，觉得不愉快。然后12点，他说走回永嘉路，他们住的房子。住的房子呢，2楼是一个产科医生的诊所，他是3楼。刚刚上床睡到床上，就听到楼下拼命敲门后门。他说我心里还以为是有人生孩子了，有人来通知医生。然后前门又敲门，然后不对了，就是全部是日本宪兵上来一见到你，就是大力的打耳光。就日本人当时就喜欢打耳光嘛，然后立马就压起来，就当天就审问，啊，他不问别的，就问你们俩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编造。我爸爸这个人也是挺厉害的，就是他死命的记忆力也挺惊人，看出从儿子就看出小说家了，编造一套他的履历，就是说，他说可惜最后就是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东京警视厅方面还有几个可能是汉奸翻译官。没有一个人只要一试说你讲京华话给我听，他肯定就穿帮，但是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所以说这句话方言的力量就在这个地方。你能讲京华话不可能讲，为什么要选择金华呢？金华这个地方就等于说日本人和国民党中间一个中间地带还是什么，然后他又是在上海一个汪精卫政府的一个杂志里面做，因为他当时一直没有招供，他说我是在一个汪卫的杂志里边做编辑。那么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你是什么解题，他都会说，日本人问他什么叫大东亚共荣圈，什么叫这个，他就完全是以一个汪伪杂志的一个编辑来对日本人提问这个回答。那么最后呢，等于说问他说你将来出狱以后你准备怎么办。那么我父亲就说，一个他说他去做生意，第二个他说我还是为这个杂志做工作。那么这个是什么杂志呢？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这个杂志。那么按理来说你这个口供就是说是没有暴露上级领导，没有任何维护了你的身份，对呀，应该是没问题。对呀，当时有很多人抓进去了，你出来的时候你要签一张纸，就是说我以后不参加政治运动了，我也不是什么什么党员，对吧？我只是普通的学生。那你这样能签一个字能够跑掉，这个是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才达到的成果嘛。那个的此一时彼一时，你在最困难的工作的情况下面，你说像解放上海啊，它是完全这个地下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做到就可以不会有1分钟停电停水，广播电台照样正常的各种市场正常的情况下
改朝换代。哎呦，那等于都控制了这个城市了。完全这个地下工作做到这种份上，很少见的。哎，你父亲说是给打的下肢瘫痪嘛，他就是那个，是把人抬到这个地方让他宣判的嘛。啊，就是打就是刑讯，就是刑讯嘛。哪一年？这是1941年嘛，41年。然后他生命力也很顽强嘛，然后就送到南市看守南市监狱，然后又从南市监狱押到那个杭州监狱。然后杭州监狱里边就是汪精卫的管理的监狱，就一塌糊涂，就里面就像个菜市场一样。然后你只要没钱，你就饿死，就犯人你没钱就饿死。所以我《繁花》里面写了一段，就是看见有一个人就是貂皮大衣啊，一个大款啊，大摇大摆进来的，结果没饭吃，吃饭的时候没饭，那么脱一件衣服，这个监狱外面就是各种食物摆摊，这个都有的小贩儿，然后你给他一个，他给你吃一颗饭或者炒个菜给你吃，那么天天这样来，到最后说到天最冷的时候，他就一套单衣在里面冻死了，因为这种监狱最主要是要社会朋友接济你，全靠你单靠自己肯定死的，全靠犯人自己掏钱买饭。哎，他每天给你吃的象征意义，因为中国这些汪精卫系统的呢，他就明目张胆的克扣那个囚粮嘛，对，他就是等于给你吃个米汤一样的东西，那你必须，所以我父亲在里边的大量的信啊，我以为是什么革命誓言什么，不是，就是我给我再寄一点东西来，我已经没东西吃了，就是朋友就是根据这个信就送东西给他。还说他还被关到那个永不消逝的电波，那个原型不是叫李白吗？李白就那个说他父亲关在跟李白的一起的一个。他说的这个不是就是那个提篮桥监狱，还有一个是南市看守所、南市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反而是好啊，条件好一些，比那个当时的汪精卫监狱要好啊，所以这个书里面都有的。问他一对一答，听上去像麦家的小说了。这个王家卫拍了《繁花》啊，这个感觉李安可以拍，是吧？这个地下，而且你看，文学真的它就是这种质感啊，提供生活的质感。我党的情报工作者，你看他提供他父亲的这个亲笔的记述，就等于被捕前，他有一种特别的预感。《繁花》里的描写是我记得是这样，他也有一个老革命，一个是女的吧，好像对啊，他跟他父亲有关的，然后他去拜访他，对，他什么故事都没写，就说他进到这个房子有点破啊，桌上什么饼干啦，什么蛋糕啦都破的，纸盒啦，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啊，就是一桌堆的是所有的生活用品，乱七八糟。并列在一起，用它来写这个人几十年就是这个很苦的生活，活到老年，一点形容词也没有，全部是堆砌。繁花这一段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就写繁花这本书写到第300多页的时候，写了这个老太太。那天我写完以后，我就在屋子里面绕圈子，啊，因为这个是繁花里面最有分量的一块，就是写一个女人，就是一辈子丈夫死了。然后她做梦都想，就是和她丈夫再重逢，因为他们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1945年上海日本人投降，她和她的丈夫还有她的领导，都地下党的他们2个人，3个人，2个女的加一个男的，他们就是狂欢嘛。那天晚上进入那种，因为上海西区有很多汉奸的房子，都人去楼空。他们进入一个房子里面都有洋酒啊、地毯啊，就几个人开心的不得了。因为然后等49年之后，种种原因，她丈夫就过世以后，她就一直希望，就是说她死了以后还能在阴间里面还能有这么3个人，这么一次像过节那种。那么这个里边就阿宝去看这个老太太，就告诉她说，实际上他所说的那个其中有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死啊，那么这个老太太就崩溃了，
就是说最后是崩溃了。他说我已经想了好多年，我死了以后，我们3个人可以在阴间里，怎么其中有一个人没死呢？啊，就觉得不平衡了，就这是一个真事情。哎，真的事情你发现没有？往往这个峰回路转呐，比编的要奇妙得多，富有这个多义性。我刚听金老师讲到写到那一段之后，你什么绕圈子啊？我就觉得这个小说成了，就那天，因为现在这个小说。现在一般人家看了就说这里头都是嘎平头啊什么什么的，我就知道他没看到第300多页，因为他这个在太后面了，这个才是他灵魂性的一块。我作为创作者哈，我最听的最动容是说，当你写到某些情况、某些段落啊，你会有共情啊，然后情绪激动。像我正在写我第3个长篇小说哈，写完第一大部分7万字哈。的时候，最后先剧透一下，女主会死了。我一路上来写到女主经历种种的苦难，知道吗？到最后，好不容易很好了，有家庭有小孩，后来因为某些事情死掉，那一部分结束了，我也是整个人站起来，根本无法坐着，就也是绕圈子。然后呢，我晚上还跑去一个山头，在我家附近的山头哈，因为那个小说里面也写到那个山，那个女主谈恋爱的时候跟她男朋友，后来她的丈夫哈上山去往下面香港深水埗区那边看哈，我就走上去了，站在那边半个钟头，然后好像感觉非常亏欠我的女主叫阿凤。凤凰的凤哦，跟着那凤尾、龙头凤尾来的阿凤，我还觉得好像太残酷了，把她写死了。哇，你这个有点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写到后来痛哭流涕啊，几乎悲从中来。我站在山上面哈，我就暗心里说，阿凤，对不起，不能不把你写死，因为不然就不好卖，总要起承转合嘛。可是写我父亲就不一样了哈。就是一些记录下来，因为我父亲是个很沉默的人，呢，基本上也没故事，就算有故事，他也不告诉我他也没留下那么多的明信片，这个那个那所以非常的空白我对他的理解，所以我刚听金老师说，很希望跟你父亲在那边德月楼什么，苏州德月楼德月楼吃个饭什么，我听了也是好感动这是我其中一个遗憾，在我父亲前年去世前年底，我就很遗憾没有好好在他晚年请他坐下来，然后吃个饭，与其说给他偿一个心愿吃好的喝好的，然后。更重要是说，我很遗憾没有好好把他弄下来、坐下来，然后问他以前的故事，我祖上的故事。结果我的家里的背景一片空白。是这个是非常的遗憾。通常中国的父子总是这样的，不像美国的父子关系，好像他们特别的没有这辈分什么的。中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父子之间总是有一点。好像不像母子之间这么现在不一样现在连母子也没有很好。他们年轻人有一句话说，中国的小孩都跟父亲不熟，跟妈妈不合，都是这样。以前我以为说跟妈妈会合结果不合，跟父亲不熟，跟妈妈不合，所以才有那么难听的什么断亲这个那个种种的说法。我的父亲也是，就是很普通。你现在想起来，其实他肯定有很多不普通，但是好像你一无所知。像你是翻过去的这个，我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我跟他也就是像家辉讲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讲的，而且父亲从来不大讲自己过去的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我看有一个回忆录，就是写石虎，就是一个澳门的画家嘛，石虎嘛，有一段也特别感动人，就是石虎这个人，他爸爸在的时候，他生活都很苦，也没出名。等最后的时候，石虎出了名了，变成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了。然后他最大的遗憾，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
每年去上坟，他就会很难过，因为这个没办法交流。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这么好了，但是这个力气用不上，哎，力气一点用不上，然后就看见坟地上有一只鸟，然后他讲完话以后，这只鸟就飞走了。他说：“这只鸟肯定是我爸爸。”哎，这个也写得好，这也不是他可能是一种精神作用，文学啊，哎，精神作用。这要的结尾，哎，真是，你看他那幅画上不是也有一个鸟？你知道，他这个父亲又是个文人，他是我党这个地下工作者，他好像杀过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镇附近的小镇，他们当时不是抗日嘛，开始就把那个汉奸给杀了，除那个汉奸。他父亲写的这个记录啊，就是什么在哪条街上有一个什么汉奸，然后什么提枪进去，打死之后就出去，然后呢还为今天晚上这件事啊写一首什么五言律诗，这都5个字的文人，太神了，我觉得这个。对，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的特征嘛，你也，当然您父亲老实人哈，这是可信的。我父亲，我刚说他一片空白，也有点冤枉他。他也跟我说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说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当过盗墓的，乱七八糟。然后又说他自己捡过垃圾，什么乱七八糟，也不知道真假啊。后来我看他跟我妈讲话也没有半句真话哈。让我觉得，所以不太可信。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个美国作家一本回忆录哈，里面讲他父亲有一段让我非常动容的 ，Paul Auster 啊，奥斯特啊，他讲他父亲什么呢？他说从小看他父亲很风流，或是说很下流，反正就乱七八糟，跟不同的女性去酒吧喝酒哈，还给他小孩在旁边看着。他说到小时候当然很心里不舒服嘛，不安嘛，不靴嘛。后来他自己年纪越大，他隐隐约约明白，他父亲从里面获得乐趣是什么呢？获得乐趣是我喝了酒，那个女的在我旁边，我跟她讲不同的故事，那些故事是虚构的。我今天跟这个女的说，我以前其实别看我今天这样，我以前是个大老板啊，每个月赚3000万的，乱讲的。可是我从我虚构里面有个听众，他可能收钱嘛，坐在那边陪酒嘛，我就获得我的满足感，我好像就过了一个跟我现在那么窝囊的生活不一样的生命啊。然后第二天又去喝酒，对，第二天去喝酒，又跟他讲，我以前是个盗墓的，我开枪打死了10个人，这个很过瘾啊，这样很凄凉的故事。对，那个作家是说他体会到他父亲悲哀的一面。他的生命可能是非常空白、苍白、贫乏的，他只能用这种别人看来就是道德批判、下流、整天喝酒、嫖赌饮吹，他只能在这个虚构里面享受他不存在的人生哈。所以有时候算吧，就算我父亲是编的，我也当真来听嘛啊。其实是这个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说这个文学啊。文学是 loser 最后的避难所。为什么要有文学？就说一个人，你可以这个倒霉到底，一辈子一文不名，头碰着黑，喝凉水都塞牙，你这辈子就算是不值得一活，对吧？这个最惨的事儿全给你赶上了，但是到了。你还可以写一个回忆录，对吧？马丁一登就这样翻身嘛，对不对？他什么都没有，对，就靠苦难，对不对？就我们共同喜欢的一个作家的杰克伦敦的一个小说。你说这个文学是不是失败者最后的一个守护？多斯托耶夫斯基也不是欠债，他写小说就是欠高额的债，就没日没夜的写啊，就是为了还债啊。对，还曾经差点给枪毙了，是吧？对，就是各种殊途同归嘛。你就写作的这个背景不一样，但是他最后是完成了这个作品了。我曾经跟陈平原建议过，我说你找出版社约稿，找我们一批人哈，这个大家是教书的嘛，
这本书的名字叫《我的父亲》。哎，就每人写1万字，写真的我跟父亲。那个，我现在发现父子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条线。无论双雪涛也好，活着那个古炉，那个贾平凹的古炉啊，那个书童河岸，对吧？河岸这个故事最煽情了，父亲复工，对不对？那个儿子看着自己父亲，这一大批的作品都一个共同的情绪，就是说回头看父亲，一方面觉得父亲活得很惨，同情；一方面也怪父亲没有用，不像以前这样是反叛父亲。这有点怜惜，就是整个这个父辈的这个命运。那我有个好奇啊，站在父亲的角度，父亲希望读到，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写他吗？期待读吗？读完有什么感觉呢？这样，我这样说，因为金老师，我有一个经验哈，我女儿也是写小说的哈，用英文写哈，她有一篇小说哈，第一篇小说，就发布在一个外国的刊物啊，也上网，然后她有意无意好像透露了一个消息给我，让我去看啊，她好像也是想我看不想我看着哈。那我点击进去一看，我就不敢读啊，不敢读完那个小说，因为前面2段，第一段就我女儿就写说，当然是小说啊，故事小说。她说，我半夜睁开眼睛啊，被声音吵醒了，听到有门声，好像我父亲就离开了家门走了，就这样。故事这样开展下来，我就不敢读了，因为你不晓得那个是不是你半夜跑出去干什么了？或是说半夜出过门了，他就他根本没回来，不敢读下去，我怕读到更不堪的其他事情。那倒也是。对于父亲的焦虑、恐惧，甚至怨恨、欲望种种哈，我就不敢读我小孩写我的哈。所以我刚就不管听各种的作品，还有金老师的作品，我就想，假如父辈有时候写母亲，他们真的想你小孩写吗？还是说，我警告你不要再写我？对，我父亲肯定就是这样的。他有两种嘛，一种他本身他这个所谓地下工作的这一块那种禁忌，这个事情你懂什么？我对吧？这个事情你不要七嘴八舌。第二个就是刚才你说，这是一种本能上的一种不，就是说根本就不要看，或者看不下去，或者什么都看不惯。他根本就看不惯，他就根本不会信任你，所以这个事情只能说是，或者他过世以后啊，种种原因使得你反而这个时候你倒是想，我来试试看写，也没有人拦着我了。你知道我听你们讲这个啊，我想起一个体会，我们比如说有追悼会这种仪式哈，你看人去世了要写悼词。我一直以为啊，这个不就是人的一种规定嘛，是一种文化嘛，对吗？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很多人死了是被所有人忘记，就不知道这个人存在过嘛，大部分人，对吗？但是我有一个很特异的体会，就是就是前几年我母亲过世了，当然她在病床上已经。就是植物人一样躺了很久，那么过世了。但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你知道吗？只有我弟弟，在老家和我父亲，我和我的哥哥，我们都在外地，也没有办法回去。只有我弟弟和我父亲给我母亲送终。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拍这个手机短视频，然后我只有就是说我们父兄有一个群。对吧？那天早上，我弟弟扶着我父亲去跟我妈妈告别，然后他就拍这个短视频，然后这个短视频分发到2个不同的城市，给我和我哥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吧，但是我不由自主的看着那个短视频啊，他就跪下磕头，
最有特别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啊？就都完了，就是火化了，骨灰盒放在哪里，对吧？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在我们家的这个群里啊，哎，完全没有谁告诉我，我好像似乎觉得应该写几句话，就是我的母亲是多大岁数，一生啊就是勤劳。啊，然后那个这个胸怀宽阔，然后呢，这个生了3个儿子，把孩子抚养成人，哎，这个我写了这么一段话，然后最后我哥哥和我弟弟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段话留下来，因为我母亲是一个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人，你知道，我从这件事我得到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一个人去世。我们给他写悼词啊，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不是一种文化的规定。就似乎你看，我们当中一个亲人他走了，你在那个时候似乎就觉得，他的一生得有个交代，就是哪怕写那么100个字，你看，就当时我就记得，我就强烈的感受到这种，我总得写一段话呀。要不我的母亲就这样走了吗？他没有人知道他就没有存在过，就会有那么一种冲动，等于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哎，是不是有些葬仪，我现在都怀疑是人当时就觉得这得有个交代，不能就这么没了。我们总得说他这一辈子，他姓甚名谁，他大致是个什么人，他经历过什么，而且还需要个墓地。过去还有墓志铭，对啊，过去墓志铭也是这个道理。墓地上写上你刚才想讲的，而且这个在那个墓碑的后面就是子女，有几房的子女啊，什么名字啊，对啊，这都刻上去，这个是一个久远的心理需求。就是过去传统的说法啊，就是说，比如说扫墓啊什么的，再早的这种，现在是不大有了，就是说啊。你要保佑我啊，就是说这种所谓保佑啊，这个是大概我上2代会有这种说法。我好像也是突然一下子明白说，可能我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人在暗中保佑你啊？香港好像这一块要比大陆要盛行的多，对，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意识。我是因为得到了一个某一些地方得到一个好处以后，我在想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啊？可能就是因为。啊，是因为过去传统上说的这个保佑这个词，福音嘛。那说起这个什么扫墓，我想到哈，前一阵子我很喜欢跟朋友分享一个体验哈，就是刚过去的春节啊，大年初一啊，就聚餐嘛，家里，我妈妈、我姐姐呢打麻将，在香港是这样哈。那我父亲第一次没有我父亲的春节啊。那他们在打麻将，我就一个人去墓园拜我父亲哈。我父亲已经火化了，那骨灰的那个叫绿色丧礼嘛，撒在草地。可是，在墓园墙上面有个照片啊，那我就去啊。大年初一啊，没有人的，墓园没有人的，只有我。我当然就提心吊胆了，很怕啊，只有我一个人在墓园里面，太安静了。就去啊，拜完之后呢，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转身看到一个女人，哇，吓我一跳！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啊，40岁左右，她也看到我，她站在这另外一个墓碑墙壁上面哈，好像在讲话。她看到我呢，好高兴啊，就冲过来，真的走过来啊，没有用跑的，快步过来，站我前面。我吓一跳啊！大年初一在墓园没有人，突然一个女人，你心里很多想法嘛，对不对？我怕她对我图谋不轨啊，这个那个，又怕她根本不是人，对，那是白骨精啊，那更恐怖。反正她过来我这边，就跟我讲一堆话，都是日常生活的话。她说：“哎呀，我今天很累啊，来到这里。来以前呢，我去了一个大排档。”路边摊吃饭，那突然来了一只小狗，我不晓得该不该喂它什么讲。大概我听他讲了3-4分钟的话吧，2-3分钟，我站在那边，
我心里突然发毛了，就因为看他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就要想着他会不会是精神有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是人什么，反正我就不听啊，我就没有耐性，我就敷衍他，我说哎，对对，不容易不简单啊，就把他挡掉了，我就走了，还不敢等电梯了，啊，走楼梯下去，好了走了。那重点在于说，我走的路上，我心里觉得很羞愧、很难过。为什么呢？我在想，可能这个女人她来拜她父母亲，可能她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她是独生女儿，她就来拜她父母亲。可能她刚告诉我的什么吃大排档有只狗什么什么，是她憋了一整天的心里的话，根本没人听她讲话。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陌生人，就跟他讲几句话，我就很懊恼，很惭愧。为什么我不多给一点耐心来听他讲？慈悲一点。为什么呢？金老师对我来说特别有关联。我女儿也是独生女儿啊。我隐约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啊。可能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以后我还有她妈妈都已经走掉了，我女儿也到那个年纪40多岁，去墓园看我们，也没有人听她讲话。她突然看到一个人，然后来跟她讲话，我就是那个听她讲话的未来的陌生人。那我为什么不愿意多听她讲话呢？她可能就是我未来的女儿哈。我就很难过了，这种共情了，你女儿的未来对对，未来的女儿，的确啊，以后，所以刚说好什么火化把灰，我妈经常说家辉我走了，我父亲的骨灰是撒在草地嘛，我妈要求我撒在海，而且要撒在澳门的海，她爱赌钱嘛，她说比较方便去澳门赌钱。我记得当年这是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在那个《东方日报》看见的，我觉得最没法不乐的一个新闻，按说挺惨的，就是说呢，一个孝子啊，他这个在那个墓园呢，年年上坟，非常孝顺，这么拜了30年。而后才发现呢，原来当年搞错了，拜了别人的先人。然后我看那个记者采访这个孝子，这个孝子说拜给他有个老豆啊，就拜其他人的老爹啊，倒没什么，他们得喊我老豆来，我老豆，我爸呢，30年哪儿找去啊？埋就到当年埋错了，所以你看现实。就是真实，它往往这个曲径通幽啊，这个异变呢，我觉得金老你这个回望这个书里就有一个你就想不到的，就是说您父亲牵连起来的一个回忆，叫说他也是在这个里里这个镇子上啊，有个小玩伴叫玄明。对，这个这一段你看了？哎呀，我觉得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就是我觉得也是能拍的。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是我父亲有一个很要好的小学的同学，经常一起到他家去玩。然后呢，说夏天如果走到他家呢，他家的这个天井就是院子里面呢，有一棵很大的一棵树，香樟树还不是什么树，就显得他家非常阴啊，因为这个树叶子密嘛，冬天也不落叶。然后他的同学呢，叫袁明呢，就是对着楼上喊一声，啊，说我口干了啊，这类似这话，就是他们这家他妈妈呢，就是永远住在楼上的，就楼下永远不下来的，就这个女人就永远住在楼上，然后她楼上就打开一个窗子，挂下一个篮子，就是有2杯这个冷开水从楼上掉下来，然后我父亲和他同学就喝了。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爸爸是这个镇上的一个文人，这个文人呢就到上海来做事，教书还不怎么样，但是他在上海的百货公司里面就认识了一个女的营业员，不是本地的人，然后就跟他结了婚以后呢，就把这个女人就带回里里镇，然后生了这个孩子，就说2个人就是一个在上海，那家里孩子和老婆在里里镇。
但是他家的房子也有好几进呢，因为房子多嘛。有一年就借给一个年轻的2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医生啊，因为这个镇上呢都是中医，很少有西医。来了一个西医呢，就是有很多西医要解决的问题呢，各种看病啊，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西医解决的，就是这个生意也不错。正好他选的地方对面就是一个什么派出所，还打架什么都会来。怎么感觉现在要听《聊斋》一样？结果呢？往后是另一个故事。结果因为这个镇以前就是以茶馆为中心，就是说镇上只要发生风吹草动，第二天茶馆里面就会议论啊，就传八卦嘛。说有一天就传出来说，这个40多岁的这个女主人和这个20岁的女医生，啊，男医生有事了，啊，有事以后呢，越传越大，越传越多，就是2个人一个在交往，一个传到上海去，传到上海去之后，他爸爸就有一天就急急忙忙赶回来就是表示要和他老婆离婚，啊，因为有证据了或者有什么了。一个是要离婚，第二个是呢，他爸爸因为听了这个，他心灰意冷嘛，就看中了这个镇的西面有一个大龄的一个女人，这个女心灰意冷了，马上另寻他途。另外一个就是叫小镇老姑娘嘛，就是这个女人也是能那个琴棋书画都会，哎，觉得也不错。那么他就回来跟老婆谈，就是说我跟你离婚，对吧？我要跟他结婚。但他这个女主人在家里是个特别强势的人。原配一方面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他绝对不肯离婚，不肯离婚，就是说，尤其知道你外面你又看中了另外一个人，他绝对不肯，就经常吵架，吵到最后有一天，这个男主人就是这个男主人肯定是个比较知识分子或者比较内向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就是说去跑到楼下这个男医生的玻璃柜里面有一种水银，就汞还不是什么东西，就喝下去就自杀了。自杀以后镇上又是沸沸扬扬这些传承，然后自杀以后这个女主人就和这个男医生就公开的出双入对。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等于说我父亲跟他的这个同学呢，这个同学也觉得难为情嘛，家里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然后我的祖父呢，吃晚饭的时候也会说人心太坏啊，什么就评论这个事情啊。按现在说法，就等于是小鲜肉和那个男医生才20多嘛，这个啊。不是他这原配也太强势了，是吧？然后呢，等于说到过了1、2年，就等于我父亲的同学小学6年级不是这样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是女主人就提出要给他结亲，啊，结亲呢就找了一个女孩子就嫁过来，因为她等于少东家嘛，家里还开着好几家店了嘛，这种都是这个女的和这个医生在。等于这个老公死了以后，这个医生就公开在管理他家所有事情啊，这样，那么就是说要是给少东家结婚，找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很漂亮的啊。那么嫁进来之后，过了几个月啊，镇上茶馆又传出来了，说这个男医生和这个新来的媳妇有事了。啊，有事了！小鲜肉不是好找的。哎，有事了，有事以后就是家里发生大吵，啊，吵了好多次，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茶馆里传出来的新闻就是说，某天早晨，这个男医生席卷了他们家所有的，他们还有一个肉店，还不是有什么铺子，全部就等于说。卖掉这个钱转成钱之后，这还是日本人进了这个日本统治时代，但是日本人没有进这个镇。某一天黎明，这个男医生带着这个年轻漂亮的媳妇私奔，进入茫茫的太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茫茫的太湖，因为周围就太湖啊，太湖那个一片水茫茫的，你到哪里去？而且又是
国民党和日军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地方，交叉占据的地方。我知道去了哪里了啊，去了沙家浜，不知道去了哪里了，不知道去哪里之后，去大闸蟹。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这个同学结婚发生家里这个事情，他就染上鸦片烟瘾了。谁染上？就他的同学嘛，袁敏嘛，因为家里你看。爸爸们自杀，然后讨了个媳妇嘛，又和这个男医生有事。继父等于跟继父跑了。对，然后他就抽大烟嘛，一抽大烟抽到后来呢，家里也没有多少钱了，家里就剩这个房子，其余的东西都被这个男医生席卷走掉。然后这个女主人呢，3个月之后就脑溢血，还不是心脏病，死了。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就被他的同学周围有一些房产中介啊什么就忽悠他把这个房子卖了，反正也卖得很便宜的价格，因为他当时已经20多岁的人，就是说也没有生活目标了，又吸上这个，然后又欠了很多那个大烟的钱，就这么短暂的几年就露宿街头。然后他原来家里这个铺子的一个伙计呢，就看他可怜啊，到冬天的时候就把他接到他原来这个店后面有个仓库啊，让他给他弄点稻草啊什么，让这个原来的等于少东家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除了给他吃点饭，但是你吃饭不解决问题啊，他要抽烟啊，抽烟不可能，大烟瘾，你不可能给他抽烟嘛。所以说他是大概某一年冬天，就是死的时候只有21岁，就是说就因为是贩毒瘾了，还有什么原因就死了。万恶的旧社会，这是对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对，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发生这种事儿。这是张爱玲写的故事。对啊，但问题是呢，后头一个反转，还有奇变。后头一个反转是什么呢？是我因为我这个故事是根据我爸爸写的一个东西，我把它有一些部分给它抄进来什么写的。但是等那天也是半夜2点多，我把这个录到这个电脑里以后，